嘿，大家好，我是远远。你知道现在的台中机场曾经是美军打越战时期非常重要的中继站吗？当年的驻台美军协助我们扩建的清泉岗机场，成为了远东地区最大的空军基地，并且为了打越战的需要，在附近建造了许多的输油以及储油的设施。但就在中美断交以后，美军全面撤出台湾，政府竟然把这些重要的遗迹当作废铁给处理掉了。如今就只剩下最后的这一座油库被勉强的保留下来。没错，我们今天来的就是大洋油库，但是为什么这边是高美湿地？好啦，我跟各位说一下原因哦。大门深锁啊，为什么呢？每周六10点到12点开放。就因为这样大门深锁，所以我们今天改变计划。这一次我要使用这一个跟着油管去旅行的地图，探索3个与大洋油库相关的设施，以及长达13公里的输油管线突出地表的部分。最后我会进入大洋油库，寻找它与在地居民的故事。首先我们来到的第一站是高美湿地的知名地标高美灯塔。虽然不是美军所建造的，但它却与美军运油的油轮所停靠的设施几乎是同时期完成的。它与油库可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哦。灯塔兴建于1967年，油库则是兴建于1966年。它是全台唯一红白相间的八角形灯塔，与台湾其他纯白色或是黑白条纹的灯塔非常不一样。目前高美灯塔已经停止运作了，它的责任呢则转移到位于港区里面的台中灯塔。现在它被列为历史建筑保存下来。接着继续沿着护岸路往北1.3公里，我们来到了一处海堤的楼梯口，这边走上去就正式进入油管的路线。刚刚在高美灯塔嘛，现在人在美军的旧油体。现在刚好是退潮，所以可以看得非常的明显。前面有那个石头堆啊，一直延伸到外海去哦。下方埋有油管，往外海延伸将近4公里远哦。目前只剩下一点点遗迹了，随时都有可能会消失哦。可以想象一下，当初邮轮停在外海，从这边看过去的景色是什么样子，一定很壮观吧？很可惜哦，里面是高美湿地的那个湿地保护区，没办法进去，因为进去的话可是要罚钱的啊。沿着这一条油管的路线继续往前，最终我们将会抵达油库的内部。但是在这之前，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非常关键的设施。好了，各位，我现在在高北加压站，这个地方是油管当初非常重要的中继站之一哦。当时美军油轮抵达台湾后，先将油料输送到这里的2个油槽存放，接着再利用这边的加压设备，将油输送到海拔将近200公尺、大肚台地上的大洋油库。走上来以后，就可以看到前面高北加压站的遗迹，目前已经剩下这一栋建筑，还有那边那一栋建筑。加压站门口的堤防上可以看到一个钢哨以及2个机枪堡。这边过去被人堆放了一堆废弃物。2016年的时候，投入了1600万元整理成观光景点，但事后却没有任何维护。这些钱犹如丢到垃圾桶一样哦。里面的加压设备也都被消失了，是被偷走了吗？我只有在网络上找到一些这个设备的老照片可以参考。各位可以看到地上有很多这种一条一条的哦，就是步道啦。当初整地然后做了一个步道，还有这边有台阶。但是没有维护嘛。不过这边写的禁止在此处睡觉，每一个标语的后面都有一段故事啊。我在猜可能是有人在里面睡过觉哦。这里面就是当初放加压设施的房间，现在加压设施都已经不翼而飞了。你看哦，这个是非常非常厚的钢铁哦，因为在海边啊，海风的侵蚀以后，它已经变成这样了。当初这边砸大钱要做一个军事遗迹的观光景点，但是我在这边逛了一圈，完全找不到任何的解说牌。如果没有特别研究，根本不会知道这是加压什么东西的地方。这里加压以后的油会直接沿着淡雅溪河床底下的油管送往大洋油库。我们现在就去另外一个油管露出地面的地点看看。接下来的地点位于6.5公里外海丰产业道路上，可以搜寻客庄坑口公庙就可以抵达。客庄这个被国道3号、国道4号以及台铁包围的小聚落，这里在清朝时期设有关义渡，提供免费的渡溪服务。不过今天的重点还是油管啊，所以这个是我正在研究的另外一个题目。从庙旁边的海丰产业道路往上走，转过一个弯就可以看到油管咯。哦，看到了，这个就是当初的输油管道哦。在路边就可以看到输油的管道，不仔细看还以为是倒掉的电线杆。这油管的角度非常的陡，一路往上直达山顶。我在剪片的时候看了一下街景地图，竟然发现还有2只油管没有找到，所以我大半夜就跑去现场找看看哦。但是呢，现在凌晨4点多，我又来到坑口公庙这边了。我来找2个漏网之鱼哦。这边的夜景还蛮漂亮的，这个景色蛮特殊的。然后另外一只油管，我看地图是在差不多前面。
哇，也是被整个树林给包住了。OK， 各位，我来看一下，这边好像有一只，不过好像在这个草堆里面。我看街景差不多是这个位置啊。好吧，这样好像看不到我用街景给各位看好了。草太多啦，用街景给你看吧。接着走产业道路继续往上，没有错，路就是那么小条。继续开下去，我们就可以抵达海丰里的南清宫。南清宫的庙城前面也有一个油管哦。南清宫的庙城旁边有一只突出地面的油管，这一只油管的上面有一些凹洞，看起来是被撞过。这一只油管与庙形成了一个很特殊的景色，这里也是寻找油管的最后一个地点了。接着我们就要进入大洋油库咯。于是我就在开放时间再次抵达大洋油库。不是吧？为什么门还是锁着啊？我打电话打看看哦。好险，马上就有人来帮我开门了，似乎是社区发展协会的理事长。我看介绍说是有7颗，然后剩下的这一颗而已。7颗都拆掉了。哦，剩这一个。哦，是哦。机场里面有2个，这1-2年拆掉了，因为没有用了嘛。新田冈基地，基地里面也有很多故事，也有很多东西，都是美军留下来的。当然，机场里面要拍的话是。要跟他们先谈，不太可能去里面拍。我那一台 F16，我现在也想把它开放，就是上面可以坐上去。我要类似像一个虎山的那个，虎山也是一个美军基地嘛，就在那一个，把它做一个油库。哦，就是仿造一个油库出来。对。哦，那里面可以做剧场，就像博物馆一样展示各种的东西，这样。油库本身的配件，对。我们帮他找回来，在这边架构起来。从谈话中可以得知，他们对社区的发展有非常多的想法。对于当初的7座油槽被拆掉6座，感到非常的可惜。希望透过这些美军的遗迹，促成社区观光的发展，让社区的经济可以回升。之前有一些那个模特儿啊，那个网红啊，他们都从那边进来了。我来当没看见，爬进来的。对了，我当没看见，我没有开，他们没联络我嘛。然后在这边拍，没有脱光啦，就是3点，就是穿个内裤，他拍的。不要跑来这边拍一些奇怪的东西啊！当地居民都会知道的哦。大洋油库目前已经登录为历史建筑进行保护。1966年的时候，美军为了越战的后勤补给，在这个农村旁建造了7座巨大的油槽。但因为美军撤离台湾以后，油库失去了作用，军方将其中的2座拆除作为现今的大洋国小的校地，剩余的5座呢，则在2000年的时候被卖给承包商作为废铁拆除。目前全国仅存的这一座美军油槽，在当时也差一点被拆掉。2000年的时候，在地居民发动了大洋油库保存运动，在他们的努力奔走下，终于被法院裁定暂停拆除。就为了保留下最后的这一座油库，当做历史的痕迹，留下他们的记忆，也能为社区的观光经济带来希望。后来发行了油库之友认同卡，成功募集足够的资金，从承包商手中买下油库。现在这一座油库才得以保留下来。最后走进油库，看到里面是被台风吹残后的场景，原本油槽的顶盖已经被完全破坏掉了，现在看到的是修复时加固的。油库的墙壁锈蚀得相当严重，感觉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。地上散落一地的铁板是油库的浮顶，目前已经扭曲变形，似乎已经不适合长期开放游客参观了。没有人会知道会不会今年的台风它就不见了，或是来一场地震啊，或是怎样它就不见了。且看且珍惜呀。好啦，蚊子太多了，我来帮忙关一下这个门。大洋油库对这边的居民来说是重要的共同记忆，被当作废铁处理，激发了强烈的爱乡情怀。而对我们来说，它是记录一个时代的历史遗物。过去它是军事的钢铁猛兽，如今它承载了地方发展的期待与希望。经过这一趟行程，我希望历史的痕迹能被好好的重视，不要成为一次性的政绩工具。虽然现在的历史都能被数位保留，但实体的东西才能让人真正感受到重量。今天的影片要到这边结束，我们下次再见。